来吧，新玩具藏文阁的小牛，也是小蚩尤的第2款成员，大伙终于来了。盒子的外包装依旧是藏文阁式的这种很有质感的盒子。食品方面，全彩印刷的说明书，同时哇，这个厉害了，还有一张返现的卡。这里边有一个二维码，你拿微信扫描，关注他的公众号啊，然后填一些淘宝的订单啦，还有下方这里刮开的这个防伪码，就会退你50块钱。哇，直接返现，这个是最实惠的了呀！希望以后这种活动可以多搞一些。配件的内容：一把大枪，涂装的细节做得很到位啊，2管炮，一把大剑，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旋转的巨盘，这些东西也是将来可以组合成合体以后的大武器的。因为是腿部成员，所以会带合体的脚的一部分，当然这一回就不会变成奔狼了，它这一回应该是个6合体。所以脚部这回做了新的变形处理，打开卡扣连接的脚趾位置，然后翻出这一节，再立起来，再往下折，打开，是一个 C 型咬钩的支架，你就可以把大棚了什么的掐在上面啊，作为人形的摆放支架，或者说鸟的形态支在这里。很不错，能想着把一个脚丫子的合体配件做成支架，也是挺有想法的，起码很有用处，不是那种很傻乎乎的替换零件。好评。作为一款小比例的合体金刚的单体成员来说啊，这款小牛做的可以说也是彰显了藏文阁家的这个工艺以及美术风格吧。涂装细节做得非常到位，而且的人形也是非常帅气的，它会有一种不同的风格在里边，就好像如果说大比例的那款牛是一个壮汉一样的感觉，这个像是一个12岁到15岁之间刚刚成熟起来的男孩子，有一种青少年的感觉。虽然也是感觉这个人形挺壮硕的，但会有一种带点萌化的那种味道，非常漂亮啊！塑料的质感摸起来就相当的不错，跟大比例那版本的料子是差不多的，而且这些涂装的细节、透明件的点缀、人形的美观程度，甚至腿后边的空洞都给你堵了起来，很不错，给人一种什么感觉？街霸和少年街霸就那个味道。来看一下可动部分，背后的牛头这里有多段的关节，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头部这里球形的关节360度旋转没有问题，而且头雕做得很帅，还是一个张嘴的脸。肩胛的部分可以拉开，然后胳膊解锁了它的上抬，举得很高。360度旋转的话，这个地方很生涩，而且很紧，应该是个赛钢料子，因为它结构的关系啊，这个地方挺吃强度的。赛钢就这点不好，挺结实，韧性挺强，就是转起来嘎嘎吱吱的，很刺耳。二头肌根部360度可转，胳膊肘的位置做了双关节处理，手腕可以旋转，腰部左右旋转没有问题，虽然不能360吧，但是幅度也够了。它会被后方这里稍微的卡住一点点腰夹，让开膝盖夹的话，基本可以踢平。后踢、侧踢。大腿根部360度旋转，这关节也很紧啊。膝盖这里也是一个双关节，所以屈腿的位置也挺厉害。同时啊，胯部因为变形的需要，它有一段下拉，撩开看，两侧其实都可以进行一个下拉，所以它还可以调整身高。甚至你会让这个小牛再长高一点点。脚丫子左右接地，整脚面的接地啊，它是连牛蹄子这一块变形的脚板整体在接，所以没有问题啊，前后也有一定的活动范围，所以美型和可动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背包这里也不会显得很杂乱，特别的整齐。首先第一步，手臂的部分前折90度腾开后边的空间，把这一块银色的装甲打开，银色的装甲其实是和牛蹄子拼起来的这么一个造型，往前折一点点，顶开这边的盖子，让它翘起来。
接着手腕旋转一个方向，转到这面吧，手背冲上的环节，接着再旋转，打开，让牛蹄儿和手腕换一个面儿，接着再把小蹄子旋转180度，变成了这样。好的，转正，然后解锁开肩膀下方连接的这个卡槽。背包的部分整体的往后拉，拉的时候注意根部这里有一个双关节，还可以搓动的。我们先把头横转一个90度，转横即可啊，然后往下摁它，藏到里边，再通过这个双关节往下搓动，收纳起来。此时的肩膀零件也从上方的插口调整到了下方，把它结合上，左右插满。哎呀，很刺耳的声音。把牛蹄子摆到正方，头部牛头的角调一下，旋转一下放下来，摆到正确的角度上。其实现在这个造型也挺帅的嘛，而且吧，这个牛鞭也很厉害啊，把牛尾巴从这儿变出来的，哇，这个套马的汉子威武雄壮。好，整个一个钻裆把这一根拉过来，刚刚好，这里露着一个凹槽，把这个尾巴根卡在这个凹槽里，先立上去，别管它。裙甲稍微撩开一点空间，腿部先打开这一面的小边缘，中间这里也有连接的扣点，然后往起抠这一块橙色的板，腾开空间，再往外折，脚后跟立进去，脚尖立进去，180度把中间的芯儿旋转出来，备用。接着这里边也是腾开空间，为了让这一块腿部180度收纳搁进去，这里稍微的往上调一调，然后把这个边缘折下来，膝盖折下来，另外的一边卷下来，插住，放好，长甲放好，牛蹄子旋转过来，哎，一边的腿就变完了。两条腿中间的锁扣进行连接，尾巴往后拉，这里边会呈现2个小锁扣，插在膝盖上，把这一块后腰锁住，尾巴拉下来。其实吧，我觉得变到这一步也挺好看啊，后背拢得高高的，有一种斗牛的味道，肌肉质感会很强。但按说明书变呢，背包这里打开这2个扣子，然后旋转下来，腰部这一块的肉再挡一下，这里还有一个卡扣，跟裤脚的银色边缘卡在一起，让这个牛的肚子过渡会更漂亮。哎，这个地方有个细节差点遗漏掉啊！我们把肩膀先拧上来，然后打开，立起来肩膀，在肩膀的根部这里有一个双关节，把这里往下拉，拧一拧，陷下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一条腿直接拉长了一截，哎，前肢长一些会好看一点。我们把它继续调整吧，打开。注意，嘿，这里的这个双关节特别的紧，尤其你在第一次变的时候。好，把它顺下来，肩胛再放好，插入。好，一下这只牛就精神了许多，前蹄子变长，也帅气了不少。牛角透明的零件可以上下的旋转抬动，嘴巴这里可以张开。整体身体的曲线隆起的后背也是非常仿生的，前肢这里的可动性非常好，而且像牛一样这样刨蹄子的姿势，后蹄这里
因为变形的结构啊，它就不可以八字岔开了，但是左右可以旋转，前后可以活动，包括每一个蹄子都做了球形关节，活动范围也尚可。小尾巴这里有2段的关节，可以上下翻动，有点华尔街的那个意思，非常的帅。首先把尾巴双关节往上折，贴在这里即可，腿部往后折，打开这2个橙色的盖子，腾开空间，旋转180度小后肢，然后注意这个盖子的尖儿要插到这个缝隙里面去，上面的锁扣再对准这个地方进行锁定。牛蹄子掰直溜了，换个面儿吧。这样去插合。虽然说啊，说明书是让你这样去直接往上放的，但是我试了一下，因为这个牛蹄子边缘的关系，导致这个卡扣接的有点接不太住，倒是无所谓了，因为毕竟是腿的背面嘛，我觉得把这个面翻一下，这样去插这个卡扣，贴合的会更好一些。牛头整个的拉起来，旋转180度放到这一面即可。麻烦是麻烦在这个合体关节的翻出，我们需要把胸甲解开，把锁胳膊的位置这2个卡扣解开，然后把腰甲整个的往起拉，腾开所有的空间之后，顶一下这一块，好，让里边的合体的零件翻个180度出来。空间还是有一些紧张的，而且这里边不太好操作，因为头还在这里边塞着，所以你要解锁的地方有挺多的。这一块也是滑槽的设计，最后是连接膝盖位置的。当你变完这些以后呢，再进行归位，把它都扣合回去即可。最后的牛蹄儿上边的这个往下折90度，放在这儿就好了。一条腿我们就变完了。此时拿出大脚丫，打开膝盖2个零件往前翻，从这里滑槽插进去，如此便是小蚩尤的一条腿了。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根部这里是一个硕大的球形关节，接地可动幅度也挺好的，而且这个轴挺紧的，虽然只是个球关，但毕竟是一个小比例的关系，这个支撑的力度我觉得够用了，那甩都甩不动。然后呢，膝盖甲这2个造型可以稍微往下耷了一点点，遮挡一下这个脚踝处空的位置。哇，第2款也是推出了，看来小比例这一块的蚩尤也是应该加紧进度了嘛，毕竟大比例的那一套在去年也合体完成了，今年抓紧，让小比例赶快把它站起来，这才是最主要的。小鹏出的这个时间档也拖得有点太长了，喜欢小比例的玩家现在这个圈子也很火热嘛。再有藏湾阁的大比例蚩尤，其实口碑已经很好了，在统一的美术风格之下，同样的做工之下，能把这一套小比例再做出来，抓紧点时间，大家都期待着呢。那么得嘞，这一款藏湾阁的小牛就这样了。